这是案发现场的照片。虹口俱乐部案，我们是9点17分接到报警，经法医鉴定，案发时间是9点左右，是胸部连中2枪致命。海军公寓案，死者一共14个，其中6号房间的死者也是心脏连中2枪致命而死。这2起案子间隔时间不到1个小时，而更重要的是，根据弹壳分析，这2起案子使用的竟然是同一把手枪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同一个杀手参与了这2起案子。我建议把虹口俱乐部案和海军公寓案并案处理。我认为竹内君与此案也可以同这2个案子并案办理，因为竹内君也是被2枪击中心脏殉职的。虽然凶手使用的武器不同，但手法很相似。虹口俱乐部的那个女人查得怎么样了？有服务员见过，据说是个颇有姿色的女人，可是没有人认识她。可以从田培然的社会关系方面入手，要尽快查清楚。是。站住，把东西放下。谁让你把东西搬走的？田先生不在了，但这些工作需要人接手。从现在开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在调查结束之前，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搬出去。你出去吧。你是田佩然的秘书。是的。前天晚上，田佩然到虹口俱乐部见谁？老板的事情，我不是很清楚。是吗？在田培然死前1周，他行踪比较诡秘。有一天，我在河滨餐厅用餐，见到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用餐。当时我很奇怪，因为他事先告诉我，他身体不舒服，要在家休息。我就知道这么多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他的秘书怕揭破他的隐私，赶紧溜掉了，所以还没看清楚那个女人到底长什么样。现在田佩然离奇被杀，我想他的秘书对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。他认为田佩然在私下做了什么，是这个引来了杀手。女人，又是个女人。虹口俱乐部也是一个女人。真不知道这些政府官员每天在忙于什么。官员也是男人，他们还能喜欢什么？啊，对了，海军公寓房间里的那个死者身份，你查到没有？他叫坂本信，海军上士，是上海领事馆武官的秘书。这是他的照片。据海军提供的情况，他是13天前到达上海的。这个人的背景很简单，跟中国人没有任何接触。我看未必。您的意思是，
同一个杀手在一个晚上，先后杀死了田佩然和坂本信，为什么？如果这两者之间没有关联，我很难信服。这两件案子不可能是孤立的，刺杀的背后都有利益，而田佩然和坂本信之间也存在着相关的利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死者的周边和背景，才能帮助我们找到共同的利益。与此同时，织田再次来到海军公寓的案发现场。他不明白的是，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海军上士，为什么会成为刺杀的目标？这个坂本信背后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？原来坂本信住的是9号房间，而并非6号房间。这个发现让织田十分意外。他立刻想到，凶手会不会是冲着住在6号房间的访客去的？海军公寓我已经调查过了，6号房间是派遣军司令部事务科定的一个长期包房，案发至今，这个房间一直是空着的。但是，管理人员说，案发当日确实有人住在那儿。这个人的名字叫梁介。中国人？这事儿我不知道，他很可能用的是个假名。据管理人员交代，这个叫梁介的人已经在那儿住了1年多了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案发的第2天他就离开了这间公寓，而且至今下落不明。这个细节佐证了织田的猜想，看来6号房间的住客的确有问题。根据凶手的行动来看，凶手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6号房间的住客。但是案发当晚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，9号房间，也就是死者的房间，钉门牌号的钉子松动了，所以9号房间就变成了6号。所以我们可以断定，坂本信之死纯属意外，凶手的目标就是6号房间的梁介。马上查清楚这个梁介。我已经跟派遣军司令部联系过了，他们马上就会给我们答复。报告，进来。虹口俱乐部现场证人的画像已经完成。见过这个女人吗？好像见过。知道她是什么人吗？这个，我只能说她有点像，但是我不敢肯定。你在哪儿见过她？她好像是一个服装店的老板，好像是姓夏。田先生经常上他的服装店定做西装。服装店？美丽服装店，对。他的店名好像就叫美丽服装店，在英租界。现在几点了？差10分钟5点。
里边没人。接着敲。来啦！来啦！你们是？哎，哎！啊，这是我的客人，我们正在商量做衣服的事情。你是夏宝珠小姐，我是。我是宪兵队的藤野，有些事情希望你们能配合一下。可以啊，但是这里太小了，我们外面谈吧。夏小姐，你认识一个叫田佩然的人吗？卫生署的田佩然。可恶，怎么追到我这儿来了？认识啊，怎么了？他死了。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这太可怕了！那就麻烦夏小姐跟我们到宪兵队配合一下调查吧。留2个人搜查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。是。怎么回事？慢着！夏小姐，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这2天身体不舒服。夏小姐，请。夏小姐，请你跟我们讲一下那天的经过好吗？那天，田先生请我吃饭。是几点钟？8点半。我们聊了一会儿，后来我有事儿就先走了。什么样的事情不能等田先生一起走？是点私事儿。啊，
那你走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别的人看到你离开？我走的时候挺着急的，走廊上应该是有人，但是人家记不记得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你有没有发现别的人，也就是可疑的人，进入田先生的房间？别动！什么人？没有。实在太奇怪了，你和田先生8点半共进晚餐，中途夏小姐提前有事退场了，可在9点钟，田先生被人谋杀了。我觉得这顿饭吃的实在是太快了。怎么了，夏小姐？夏小姐好像是受伤了，这伤口还是新的，不会超过3、4天吧。夏小姐，只要你把那天的经过如实的告诉我，我不会太为难你。这个天杀的田佩然，他说要娶我，原来他一直都在骗我，他骗我的财，骗我的色，我还傻乎乎的给他当枪使。他本来说要给我名分的，可是他现在又反悔，所以我跟他吵，没想到他就动手打我。你看，你们看，这是他打的，这是他打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居然动手把我打成这样子，我真是瞎了眼。后来呢？后来，哪还有什么后来？我算是看透了，他耽误了我的青春，败坏了我的名声，我不会在他身上再浪费1分钟时间了，所以我跟他彻底分手了。太可恶了！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没想到这个天杀的真的是个短命鬼，真是老天报应啊！你怎么看？据我了解的情况，田佩然的私生活的确不检点，但不能证明夏宝珠是无辜的。夏宝珠杀了田佩然，然后再到海军公寓杀了梁介。难道他跟这2个人都有染？
离开虹口俱乐部后，你去了哪里？我去了医院，干什么？我去处理伤口。这个东西不处理会留疤的。去完医院，你去哪儿了？去了医院之后回家了，几点钟回的家？大概是第二天早上8、9点的样子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医院过的夜。对。哎，黄包车，去南阳医院，快点儿！没事儿，皮肤并没有破损，明天会自然消肿。小陈儿，带夏小姐去冰敷一下。好，夏小姐请跟我过来。谢谢。夏小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结果我这一觉就睡到第二天早上。但是那个冰袋真的很管用，否则我消肿最起码2、3天呢。你看现在恢复得多好。非常好。南阳医院的医生也证明，夏宝珠到医院之后一直待在急诊室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离开。看来当天晚上10点钟，夏宝珠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海军公寓。我认为夏宝珠没有作案的可能。而且我搜查了夏宝珠的店，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。据了解，夏宝珠平时就住在店里，我们去的比较突然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不会找不到破绽。看来我们的调查偏离了方向。凶手另有其人。派遣军司令部有没有对这个人的消息？没有他的消息，不过他们建议您亲自去面谈。我亲自去？去他们那儿？报告司令部，宪兵队长织田前来报道。宪兵队的申请我看到了，但很遗憾，我不能告诉你们海军公寓6号住客的身份。你的保密级别不够，没有权利知道派遣军司令部谋略部的事情。可是长官，那里发生了谋杀，是针对帝国军人的谋杀。我们对这位梁介先生的了解，可以帮助我们锁定凶手。对不起，我必须遵守规定，不能向你透露有关他的任何情况。唉，不过，关于梁介先生的安全，你们尽管放心，我们已经做出安排。另外，拜托织田君加快破案，我们派遣军司令部会视需要派人配合你。嗨。
阿梅，啊阿梅，帮我把这抬一下。啊，把橱窗打扫一下，我要去晦气。啊，来，行动吗？行动。等一下。这两个陌生女人的到来，打乱了陈春雪的计划。这时候，除了耐心等待，没有更好的办法。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别着急，等等看。看，他出来了。我去看看。
沙狼花。自己小心点。嗯，你们走吧。嗯。又是你！哟，都来啦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真倒霉，掉了一个。什么？啊？你觉得呢？我很好奇，我想听你自己说。有什么可说的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我没有在日本人那里告发你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可是我听说，只有2种人能活着从宪兵队里走出来：汉奸、叛徒。是吗？那看来我破了个先例呀。你想干什么？咱们可是一路的。解释。那天在虹口俱乐部，是我帮你们杀了那个服务员。你先去新安里社317房间，这个老汉奸已经上钩了。1个小时以后，我会带他去找你。那还要大姐回来帮忙吗？不用，317房间窗户下面就是苏州河，咱们2个人还对付不了这头猪。好。我要是喝醉了呀，就不好玩了。别动！什么人？走。夏小姐，夏小姐，救救我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你不应该认识我。
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因为我也要杀田佩然。既然你们帮我做了，我就替你们做干净。你为什么要杀田佩然？他是汉奸，是日本人的奴才。这个理由够不够？尸体是今天早上在一个酒吧附近发现的，衣服和士兵证证明是驱逐舰上的水兵。纸花。又是纸花，什么意思？是这样。上海近1年来，不断有日本士兵和亲日人士被暴徒杀死。凶手总是在尸体旁边留下这种纸花。中国老百姓把这个凶手称之为什么？杀狼花。杀狼花。杀狼花。凶手作案没有任何规律，死者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。唯一的共同点就是，在死者身上都有这种纸花。竹内队长也一直非常头疼。这是一伙抵抗分子。可以这么说，但又不完全对。什么意思？我分析，他们不属于任何组织。抵抗组织杀人有明确的目的性，可是这些人好像是为了杀人而杀人，而且他们从来不使用枪，只用刀、绳子，还有其他锐利的凶器。从手段上来看，开始的时候他们很笨拙，死者身上都有搏斗的痕迹。可是最近，他们好像非常熟练，通常是立即致命。民间报复，可以这么说。法医，啊，看一下，是不是人工制品？是。这是一块加工过的天然水晶，非常纯净，应该是镶嵌在首饰上的装饰品。水手身上不应该有这样的东西，应该是凶手无意中留下的。这个首饰是梅花形状的，凶手在行凶的时候抓过这里，应该是手上的戒指一类的东西所留下的痕迹。梅花形状的戒指。镶着水晶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对不起，把您吵醒了。什么事？
我找到了戒指的主人。你绝对不会相信我找到了什么人。什么人？从昨天开始，我排查外滩所有的珠宝店。今天早上，我在洛林珠宝店查到了这个夏宝珠。老板说，美丽服装店的夏宝珠在这儿订了一枚梅花水晶戒指。真是奇妙的巧合，我们差点错过了它。藤野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陈春雪决定见机行事。他今天的任务是杀掉服装店的那个女人，至于其他的事情，以后再说吧。藤野，他在跟踪夏宝珠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春雪有些糊涂了。枪手，隐蔽！追！窗户了吗？看见了，上！站住！这是现场找到的弹壳，弹壳痕迹已经对比过，可以确定跟竹内队长遇刺出自同一支枪。这进一步的确定，美丽服装店的夏宝珠跟近日横行的凶手有关联。可是这次抓捕任务的失败，使我们失去了夏宝珠的线索，也失去了破案的机会。我请求处罚。
我们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我要的是抓住凶手。是。关于武器使用方面的调查已经有了结果。如你所言，我在警察署的刑事案件中找到了一些线索。这是9起步枪远程射击的案件。听说采用的方式都是2枪击中心脏致死，跟竹内队长遇刺的情形完全相同。这儿还有5起近距离的刺杀案件，自杀手法也是采用2枪击中心脏致死，跟虹口俱乐部的田佩然遇刺的手法完全相同。我可以断定，这是职业杀手所为。把当年调查这几起案件的人找来，我要知道更多的情况。这个人知道你在哪里，不然他怎么会及时出现？他枪法很好，会用枪给你开路。这个人真的是很不一般。大姐，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提起的那个女杀手吗？就老改主意的那个，会是她吗？我觉得是她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我们很像，不是长得像啊，是心里像。反正要是你们也遇上这样的危险，我肯定也会这样做。所以我觉得他也会。真可惜，我没见过他。我有预感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这是老蒋，他一直在警察局做档案管理工作，这些案件他非常了解。请坐。不要紧张，按理说你应该是我的前辈，我们做的都是警察的工作。今天请你来，是遇到了麻烦，需要你的帮助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那就请前辈讲讲当年那几起案子的情况好吗？好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民国21年的那件案子，就是租界工部局董事方汉良被杀的那件事儿。当时的凶手用的就是那种苏联步枪，也是远程射杀。这个方汉良呢，在刚刚的上海战争中，他是倾向于日本的，所以停战协议签署以后，很多老百姓都把它说成是这个。汉奸，没关系，你接着说。当时我们警察局也没查到什么有力的线索。后来迫于压力，当时调查组的负责人就找到了杜月笙先生。这才知道，在上海有一个地下的江湖组织，叫做天公堂。天公堂，那个刺杀方汉良的杀手，就来自于天公堂。那抓到天公堂了吗？当时我们只是查到了天公堂堂主的名字，我们正准备深入调查的时候，接到了上级的命令，让我们放弃调查。为什么？我们底下人自己推测，那次的刺杀可能是复兴社找天公堂做的。复兴社？
当年的复兴社就是现在的军统啊，所以呢，那些案子啊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那请你告诉我，天公堂堂主的名字好吗？他叫做王义兰。对，他当年公开的身份是16铺码头工会的董事。非常好。可是，据我所知，这个叫王义兰的人前几年死了。我就知道这些了，其他的不清楚了。织田队长，天公堂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。天公堂的堂主王义兰是4年前去世的，可是我们查到他还有一个儿子，叫王自立。我想他应该是天公堂现在的领头人。我们在码头上的人已经发现了王自立的行踪，我请求立即行动，抓捕王自立。哎呀啊！起来！起来！走！进去！走！坐下！王先生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，我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啊！那你为什么要跑？认识这些人吗？为什么要杀他们？我没有杀人，我为什么要杀人？你们一定搞错了，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些人，我是做生意的，不信你们可以去查的。你让我查什么？你们天公堂做的是什么生意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天公堂。想起来了，虹口俱乐部。王自立突然明白了，织田要抓的人是张新桥。天公堂是我父亲的，他早就死了。天公堂已经不存在了。你太过分了，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了。伤是怎么回事？还有那把枪是怎么回事？给我解释。
给我解释！枪是防身用的，装装样子。这伤是生意上得罪的人太多落下的。王先生，我有很多方式可以让你开口。当然了，你可以决定这个过程的长短，只要说出你的同伙是谁，你们下一个目标是谁。我说的全都是实话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天公堂已经不存在了，这些人是谁，我真不知道，更不知道是谁杀死了这些人。你太过分了！王先生，他们随时会要了你的命，你千万别让我失去耐心，好不好？不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张新桥，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，知道吗？年轻人，白脸不是这种唱法。我这把岁数的人了，吃的盐多于你吃的米。你所说的那些办法，对于我来说没有用。我说了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张老先生，中国有句老话叫倚老卖老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并不想在你身上证明什么。这里是宪兵队，没有什么条条框框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想抓就抓了，想杀呢就杀了。其实我想知道的事情，已经有人很配合地告诉了我，并且这个人你非常熟悉。请王先生进来一下。是王自立出卖了他，张新桥的心凉了，想不到他竟然栽在了这种小人手上。张老先生，不需要我再介绍了吧？王先生，那边的资料写得怎么样了？已经快写完了。好。只是这2年的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所以没写。没关系，知道多少就写多少，记得不要太累了。去吧。张老先生，我想有了王先生的帮助，很快陈春雪，是叫陈春雪吧？我想你们父女很快就能团圆的，我对这一点非常有信心。